在上海的夜晚，如果你驾车经过延安高架与成都路的交汇处，一定会注意到一根与众不同的立柱，它通体被银白色的不锈钢包裹，盘绕着9条金灿灿的龙纹雕塑，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这根立柱被上海人称为九龙柱，它与上海成千上万根普通的水泥柱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你知道吗？它背后隐藏着一个流传了30年的都市传说，一个关于打桩遇阻、高僧做法、泄露天机的神秘故事。有人说，这根立柱在修建时，桩基怎么也打不下去，因为这里是上海的龙脉。有人说，最终请来了一位高僧举行了法事。还有人说，那位高僧因为泄露天机，在法事结束后不久圆寂。大家好，欢迎回到社会切片研究所。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流传了30年的都市传说，揭开延安高架盘龙柱的真相。故事要从上世纪的90年代说起。当时的上海正经历一场城市建设浪潮，内环线建成通车之后贯穿市区的成都路高架和延安路高架上马，形成身字格局。这是一项宏伟的工程，关系到整个上海的交通命脉。但是工程推进到交汇点时，怪事却发生了。这里需要建一根主立柱，直径5米，高32米，地下打36根钢管桩，每根长64米，打入地下部分要60米以上。它支撑起2条高架，4层路面，是顶梁柱。但是第一批桩打下去的时候，遇到了坚硬的层面，有的只能打到10多米，最深的也就41米，没有一个能够达到设计标准。而更诡异的是，桩打进去后会回退，桩坑渗出暗红色的粘稠液体，甚至间歇性的喷水。按理说，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本应是轻松的打桩，但是在这里却偏偏卡住了。工程师尝试了加大钻力、更换钻头、爆破松土，但是1个多月下来，桩基依然是纹丝不动，整个工程也被迫停滞。如若这根柱子建不成，那整个高架的格局也无法完成，上海交通升级的计划也将被搁浅。而此时，流言也悄然蔓延。有老工人说，这地原来是杜月笙公馆的旧址，底下埋了不少的镇宅之物，可能是动了不该动的东西。还有人说，上海是龙地，延安路是龙骨，这里是龙头，而桩基打不下去，正是激怒了地下的龙神。在传统的风水理论中，中国的龙脉并不是一条，而是3大主干，被称为北龙、中龙和南龙。这不是民间的随口一说，而是在整个堪舆体系里被反复提及的基本结构。先说北龙，北龙起源于昆仑山，沿着阴山、燕山一线向东延伸，气势雄浑，山势高耸，被认为是帝王之龙。而北京正处在北龙余脉的聚气之地，所以在传统的风水里，北京被视为是山龙盘踞、主权主势的城市。再说中龙，中龙同样是起源于昆仑，但走向偏中原，经陕甘、河南一路向东。这条龙脉被认为主的是文运、国运和治世之气。历代王朝的腹地也大多分布在中龙影响的范围内。而真正和上海有关的是第3条南龙。南龙沿着长江的水系一路向东，经云贵、湖广、江浙，最终在长江入海口吐气而止。也就是说，在风水体系里，上海被认为是南龙的龙头吐气之地。而龙头不是龙身，龙身可以承压，可以行走，但是龙头是聚气吐气、最忌强行破坏的地方。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来看，延安路正好横贯上海最核心的城市轴线，而延安高架和南北高架的交汇点又恰恰位于这条水龙吐气的关键节点。于是那个流传在工地上的说法就变得没那么离谱了，不是随便哪儿都打不下去，而是偏偏在这个位置出了问题。项目指挥部请各路的精英攻坚，但是桩依然打不下去。
无奈之下呢，他们就秘密联系了上海玉佛寺的高僧真禅法师。法师到了工地之后，围着桩位呢转圈，闭目沉思，感叹道：“此处呢乃上海龙脉之龙头，动不得。应动呢需要以礼相待，让龙升天，工程呢方能顺遂。”法师还说，若做法事就是泄露天机，必折损阳寿，但是为了城市建设，他愿意一试。法事整整7天，弟子诵经、敲法器，夜间透出金光。7天之后，桩基再次尝试，这一次顺利地沉入了设计的深度，地下呢甚至还出现了淡淡的紫气盘旋升起。36根桩全部打入，比计划提前了10天。后来坊间流传，法事结束不久，真禅法师就圆寂了。消息传开后，上海震惊，人们将法师的死与龙柱联系起来，称其呢是泄露了天机，遭到了反噬。而柱子外层包白钢，并雕刻9条龙，据说呢是压阵，弥补卸掉的龙气。9龙柱呢由此诞生，成为了上海最神秘的都市传说之一。随着盘龙柱的传说在民间的不断发酵，有关方面呢终于开始对外回应。在后来公开的工程资料、采访记录以及相关的说明中，工程的参与方呢都给出了一个相对统一的解释，这是一场被神秘化了的工程问题。他们首先提到的就是这块地的历史背景。按照资料的记载，延安高架和南北高架交汇的位置，在旧上海时期呢，正是杜月笙公馆的所在地之一。而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上海滩呢大量豪宅呢是修建在滩涂之上，而为了能够让建筑呢站得住，最常见的做法呢就是向地下密集的打入大量的木桩，而通常使用的呢是杨木或者松木。这些木桩呢在地下并不会很快的腐烂，反而呢会在缺氧的环境中呢长期的保存，和周围的土层一起形成了一种极其复杂致密的结构。于是乎，官方给出的第一个解释就是，这个桩打不下去，并不是遇到了什么东西，而是撞上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人工地基。第二个原因则被归结为工程难度的本身。这个位置呢是整个深字形高架网络的核心点，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需要承载多层高架的重量，而为了满足承重的需求，在设计方案中就需要在狭小区域内打下数十根桩，密度呢是远高于普通高架的立柱。在这种情况下，每打一根桩都会让周围的土体变得更加的紧实，而后续的施工难度呢是呈指数级上升的。那至于为什么后来突然又打下去了呢？而官方给出的解释呢，就是更换了施工方案和设备，包括呢使用更重的桩锤，延长了连续作业的时间，以及通过灌水的方式呢去减少摩擦阻力。从工程角度看呢，这一整套的逻辑呢是自洽的。但是问题是，如果一切呢都只是因为旧木桩、土层挤压、施工经验不足，那么当年在工地上流传的那些细节又该如何解释呢？比如说，为什么最初的多次尝试在方法并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始终都无法突破？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位置，工程停滞的时间呢如此之长，以至于连内部人员呢都开始私下讨论不对劲儿？还有一个更微妙的问题，如果只是普通的历史遗留木桩的问题，那为什么官方在解释时往往只是一笔带过旧公馆地基，却很少深入地说明当年地下结构到底复杂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在现有的公开资料中并没有一个完全令人信服的答案。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杜月笙旧址、地下木桩、工程受阻这些信息被拼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压住传说，反而让很多人觉得这个传说似乎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所有关于盘龙柱的讨论，最终呢都绕不开一个问题：如果地下真的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后来要给这根柱子穿上一件龙的外衣呢？
关于这一点，官方的说法呢，其实非常的清晰，而且多年以来呢，从未改变。按照公开的资料，这些龙纹呢，只是一次后期的艺术包装。原因呢，也很简单，因为这根柱子呢，太粗，太过于突兀，又是位于高架交汇的核心，视觉压力很大，需要呢，通过这种艺术设计进行弱化处理。再加上高架呢，蜿蜒如龙，于是呢，龙的这个意象呢就被顺理成章的选中了。这听起来呢很合理，合理到几乎呢没有反驳的空间。但如果我们把这个合理拆开来看，问题呢就一点一点的浮出来了。首先呢就是唯一性。如果粗壮的立柱呢需要美化，上海呢并不缺这样的节点。如果是高架如龙，这座城市的高架呢也并不止这一条。可是最终呢，被赋予九龙盘柱的这种最高规格的装饰的呢，只有这一根。第二呢，就是这个复杂度。这些龙呢，并不是简单的浮雕，而是多层盘绕，首尾呼应，比例严谨，从下到上几乎覆盖了整根的立柱。这种设计呢，在任何的传统文化语境中呢，都不像是随手一做。再来看一个细节，那么就是数量。为什么是9？在中国的文化里，9往往意味着级数、尊位、完整。而如果只是装饰，那么3条、5条，甚至是抽象的纹样，都完全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偏偏呢，就是9条。官方呢，从未解释这个数字，只是反复的强调一句话：这是艺术创作。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解释呢是怎么设计的，但是始终没有解释为什么非要设计成这样。而更微妙的呢是时间点，龙纹的出现呢是在工程最困难的阶段之后，是在传说呢已经开始流传之后，也是在这个位置很特殊，已经成为工地的共识之后。如果呢这真的是一场普通的工程美化，那么它出现的时间未免也太刚刚好了。所以你会发现，关于龙纹的官方解释并不是站不住脚，而恰恰相反，它太站得住脚了，站得住脚到所有的问题都被合理的包裹住了，却依然呢让人隐约觉得，这根柱子被赋予的意义也许并不只是好看这么简单。而当一个解释既合理又无法完全消解怀疑时，传说就会继续存在。有一个现象其实一直很耐人寻味，关于延安高架盘龙柱的解释，这30年来从来不止一个。工程方面的说法一直存在，民间的传说也从未真正消失，它们并没有谁彻底压倒谁，而是并排的存在着。官方的解释呢，并没有被推翻，但它呢，也从来没有真正终结讨论。每当有人提起那根柱子，人们还是会下意识地问一句，就是那个打不下去的地方吧？你会发现，传说真正流传的从来不是完整的版本，而是一些被反复保留下来的碎片。打不下去的桩，特殊的位置，旧上海的地基，突然出现的龙，还有一位在故事中离开的高僧。这些碎片即便被逐一解释过，却从未被真正的抹掉。也许是因为那些解释回答的是发生了什么，却很少触及为什么偏偏是这里。也许是因为在一座以理性、效率、速度著称的城市里，人们依然需要一些无法被完全量化的东西。又或者只是因为当所有的问题都有标准答案时，那个没有答案的版本反而更容易被记住。直到今天，那根盘龙柱依然立在那里，它不再影响交通，不再阻碍工程，也不再需要被解释。但每一次车流从它脚下穿过，每一次有人抬头看到那9条龙，那个问题依然会在某个瞬间浮现。如果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那么到现在这个故事为什么还没有散去？所以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官方的说法是不是对的，而是它真的是巧合，那为什么所有的解释只解释到刚好不能再问的地方？如果它真的是工程问题，那为什么偏偏所有的关键细节都缺记录、缺照片、缺责任人？如果地下真的没有什么，那为什么当年还会多此一举打那么多的桩？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每一次官方的辟谣，反而让传说变得更加完整。杜月笙的那批木桩，北龙、中龙、南龙的走向，被填平、被覆盖、被遗忘的地下结构，它们从来都没有被否定，只是被绕开了。说到这一步，已经不需要我再多说什么了，因为你愿意相信完全没有问题的解释，还是相信一个被反复遮挡的问题？你觉得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看法，我们下期视频见。